大象都惨遭食肉动物杀害，骆驼为何却能相安无事？骆驼没有天敌吗？在自然界，所有动物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，在这法则下，就算是陆地体型最大的大象，都会遭到捕食者的杀害。大部分动物都有自己相生相克关系，可骆驼不但体型庞大，而且没有太多攻击力，为何却很少遭到捕食者的屠杀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难道骆驼真的没有天敌吗？相信大家对骆驼应该并不陌生，其一直以沙漠之舟的名号而被人们熟知。早在很久以前，人们就发现骆驼的耐饥耐渴的能力，并将骆驼驯化成人们在沙漠中极其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我们过去就是在骆驼的帮助下，才可以在沙漠中不被迷失方向，从而有惊无险地穿越过那广阔的沙漠。那么骆驼究竟是如何做到可以长时间不吃不喝，并进行长途跋涉的呢？这其实和骆驼身上的驼峰有关。一般情况下，骆驼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单驼峰，一种是双驼峰。虽然驼峰样子大不相同，但作用却都一模一样。骆驼在食物充足时，会摄入大量的食物，并将其转化成脂肪储存在驼峰之中。当食物匮乏之时，骆驼就会分解驼峰中的脂肪来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。除此之外，骆驼体内还有3个胃袋。平时骆驼在吃饱后并不会直接开始消化，而是在能量不足时才会将胃中食物进行反刍，2次咀嚼后再进行消化。而骆驼就是利用自己胃袋和驼峰中的众多养分，才可以长时间不吃不喝，并在沙漠之中长途跋涉的。大象都惨遭食肉动物杀害，骆驼为何却能相安无事？骆驼没有天敌吗？驼峰中存储那么多能量，按理说捕食者们应当争相抢夺才对，为何却很少有捕食者杀害骆驼呢？这其实和骆驼的生态环境有关。骆驼生活环境在沙漠之中，当地环境极其恶劣，而狮子、老虎等大型肉食动物根本无法在沙漠生存。当地肉食动物体型普遍较小，就拿体型最大的沙漠狼为例，一头成年的骆驼正常身高在2米左右，体重在600公斤左右，而沙漠狼身高仅60厘米左右，体重约20千克，仅不到骆驼的1/20。不光是在体型方面，沙漠狼的其他方面也略输骆驼。首先就是速度和耐力方面，虽然沙漠狼的攻击性极强，并且耐力也不差，在沙漠中奔跑速度可以达到65公里每小时，但骆驼作为拥有备用能量的存在，其耐力可想而知，所以沙漠狼根本不敢长时间追赶骆驼，并且骆驼作为沙漠之舟，速度同样不容小觑。在沙漠中，骆驼奔跑速度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，速度远超沙漠狼。也正因为沙漠狼的各种先天劣势，所以沙漠狼并不会对骆驼造成太大威胁。那骆驼就真的没有天敌了吗？其实早在上个世纪，在沙漠曾经有一种可以猎杀骆驼的狼群，它叫做阿拉伯狼。但由于阿拉伯狼经常捕食当地居民的牛羊和家畜，所以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大肆捕杀，数量早已锐减。而沙漠中的其他狼，就如上面所说的沙漠狼一样，虽然可以对骆驼造成威胁，但狩猎成功率低的可怕。那骆驼既然没有了天敌的制衡，人们就不怕骆驼肆意泛滥吗？关于是否会泛滥这一点，其实我们可以参考澳大利亚。澳大利亚的骆驼之所以可以大肆泛滥，是因为当地资源丰富，才可以在当地大量泛滥的。反观我国骆驼生态环境，身处沙漠地段，资源短缺，当地的生态环境根本不支持骆驼肆意泛滥。再加上由于人们的活动占据了骆驼的栖息地，导致骆驼本就脆弱的栖息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许多野生骆驼因此而死亡。早在很久之前，就有人对野生骆驼数量进行统计，目前野生骆驼数量已不到1000多头。但好在人们迷途知返，我国迅速将野生骆驼设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，并在罗布泊设立国家自然保护区，禁止狩猎，并针对野生骆驼加以追踪器追踪，以此观测骆驼的数量变化。一旦发现数量有所削减，就会派遣人为干预，尽量保证骆驼数量不再缩减。虽然野生骆驼数量极其稀少，但由于人们早期对骆驼的驯化，人工驯养的骆驼数量并不在少数。我国早在很久之前，就针对人工繁育的骆驼展开了野化训练，只为时机合适后将其放归大自然，让其在野外重新生活，再经过一代代的演变，变为真正的野生骆驼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对本期视频仍有自己的疑问或看法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点赞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